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搜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继续聊底线。不得不说今天这条片子呢，可以说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不是在看《底线》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嘛，就觉得他讨论的一些法律知识点很扎实，所以就推荐了他。分别在23号和27号呢，就发了一共2条视频，且在30号以前呢，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部剧的风评还都算不错的。然后呢，就在30号那天就突然多了很多评论，说法老师底线塌房了，他最新一集魔改了货拉拉案你被背刺了。那天我要开1天的会，加上国庆将至已经提前给小朋友们进入了放假模式，就没有细看。不过因为涉及的货拉拉案呢，此前我也关注过，便把自己在2021年该案发生时的一些评论贴了出来，以表看法。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这几天我收到的评论和私信都越来越多，且舆情呢已经从说底线塌房了过渡到了法山书塌房了。有一部分小朋友呢对我一顿骂不得不说令人瞠目结舌。原因呢，第一是这些恶评主要是复制粘贴，缺乏原创；而第二是有相当一部分明显连我的视频内容都没有看。这你至少先看看发布时间吧。是节奏起来了。说实话这几天我的心态很复杂。第一呢，是很多人给我扣给货拉拉案洗地的帽子，但凡扣这顶帽子的，要么阅读理解为例，要么视力为例。我就是王剑客。第二呢，是都说 beef 是第一生产力，诸君有所不知我在看到这些负面评论的时候，表达欲可是很强的。但一个尴尬的情况是，你们可以不过国庆假期，做视频的小朋友们得过。我们团队说来有2个特点，第一是坚决不卷，这一点呢，从今年视频更新的频率，想必大家就能看出一二。而第二呢，是我们是坚决贯彻劳动法的，说过法定节假日就过法定节假日。所以那些一方面骂公司不爱遵守劳动法，一方面又逼我们赶紧加班出视频的朋友，你们扪心自问，你们是不放假的吗？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逼人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工作，你们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点问題？3點幾咧，做撚咪做，飲茶先3點幾飲。而現在假期結束了，我總算又可以開始輸出了，我可憋了好久。所以本期視頻我們的分享內容主要分為以下3點。第一，我是如何看待货拉拉案的；第二，我如何看待底线中司機過失致人死亡案；第三，我個人如何看待本次輿論爭議。首先，關於貨拉拉案，我要說，早在該案爆發之初的2021年呢，我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因此呢受到了一波遠超本次的網暴。為什麼呢？很多人在刷歲月史書我且跟大家復盤一下案件發生時當時的輿情究竟如何。在2021年2月份案件在網絡上發酵以後當時的輿論很多是要求將犯罪嫌疑人重懲的，然後網絡環境嘛，懂得都懂，將原本關鍵點在於事實細節和法律要素的案件轉移成了性別議題，兩撥人呢就此時打了起來。我完全無意介入性別爭議但本案法律問題我認為很值得討論。於是到了3月3日警方發布警情通報以後，我根據該通報中披露的現場勘查和案件經過的還原結合自己一點微不足道的認識，就先說了可以考慮做無罪辯護這句話。不得不說當時我還太年輕，沒有意識到江湖的水深水淺。別看就這9個字，罵我的評論迅速蓋了過來，不能說漫山遍野，只能說鋪天蓋地。和他們比，前幾天碰我的小朋友們，你們還差得遠。當時朋友們，我也沒經歷過這陣仗，還是有點懵的。但我的個人特點就是：第一，知錯就改，俗稱慫；第二，如果覺得自己沒錯，就剛。我把這總結為2個字：慫剛。我同情女生生命的逝去，同時也對女生父母感到惋惜與悲傷，更希望本案得到公正的審理。但我本無意捲入性別爭議，大家偏要從性別爭議的角度批判專業層面的觀點，並進而批判我是不接受的。於是呢，便回了一句：我理解這種把技術問題上升到立場問題的邏輯，畢竟呢，技術討論有門檻，而立場討論沒有門檻。並在後面就緊跟着做了一些法律判斷會考慮的實務細節，供大家參考。比如說當時雙方爭執具體的話是怎麼說的，行駛過程中貨拉拉派單，司機搶單有沒有公放的語音提示，坐在副駕上的人能不能聽到，偏航後走的路是偏遠小道還是市區大道，女生從準備跳車到實際跳車的時間大概有多長，司機開的車是手動擋還是自動擋，當時時速多少，客觀上來不來得及阻止等等。後來該案進入了法院審理階段，我們並非案件委託律師，只能言盡於此。本案2審判決周某春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就判一緩一，非參與律師呢不能閱卷，不知案件細節也難以置評。
但我可以说的是当事人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在当事人申请再审后，我们就要尊重当事人这一法定的诉讼权利。其次，对于底线中的司机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故事呢，我要说2点。第一呢，是从法律的角度，目前还尚不能断言本案就一定改编自呼啦啦案。说到这儿呢，弹幕就一定有朋友骂我洗地了。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因为此前很多关于涉及影射的诉讼案件，这一部分问题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争议焦点。比如说，另外一方可以抗辩太阳底下无新事有其他类似情节的案件，该案并非孤立等等。8月份呢，我和杨立新教授的直播也讨论过这一点，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网上发言尤其要讲证据，我等作为旁人呢，没有直接证据，即使我们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判断，从严谨的角度也不便断言。第二是同样需要强调的是，电视剧若采取改编真实案例的手段，就必须要有面对强烈争议的思想准备，对此不要委屈，也不要不服，因为即使你自己不愿原案当事人对号入座，当事人也一定会对号入座。原案当事人的这份代入应该理解，也必须尊重。你不能要求原案当事人不对案件的演绎，不表达一点情绪，发表一点看法。说实话，艺术源于生活，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故事都有现实的影子，甚至优秀的故事往往能激发你现实层面的共鸣。这一点呢，我想每个故事创作者心里最清楚，毕竟没谁比自己更知道自己在创作时汲取了多少现实生活的营养，有没有人物原型。而每个创作者在基于真实的事件进行创作时，就有2点需要注意，要么就是从技术层面增加原创性，不要让观众对故事与原事件或原事件人物产生联想，要么呢是在故事中做到充分尊重原事件人物。如果这2点都没有做好，就容易引发争议。因为底线第一个故事呢是雷星雨案，看过我反应的朋友都知道，当时我看到那里便立刻想到了另一个真实案件，然后心里呢是立刻有了一些担忧的，担忧观众呢对剧中人物的评价会上升到可能的案件当事人的评价，进而影响大家对原事件和原人物的判断。所以我后来便发了条微博，呼吁观众千万不要将电视剧中的故事和真实案件等同挂钩。原因有2点，第一呢是既然是电视剧，就一定有改编有演绎，而有演绎既说明与事实肯定有不符之处，毕竟呢这只是电视剧，不是纪录片。而第二，正因肯定有不符，所以我们要将故事和案件分开来看，故事是故事，案件是案件，不将2者混为一谈，这样既对剧好也对人好。当时还没有出现司机过失致人死亡案，现在案件播出，我依旧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故事是故事，案件是案件，不要将2者混为一谈。如果模糊2者之间的边界，电视剧陷入舆情是一回事儿，这是他自己本就应当承担的，但更重要的是原事件人物会受到伤害。而最后，关于本次底线的舆论风波，我还想分享2点。第一呢，是虽然我真诚夸奖过底线，但从改编剧本的角度我现在也必须怼一怼了。一部影视作品改编真实案件，必须竭尽所能地考虑到故事与案件不相似的部分对具体诉讼参与人心理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份影响，就是对有关当事人没有做到充分的尊重，就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风险。具体的风险，我相信剧方现在也感受到了。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为因此感到伤害的可能的案件原型人物感到难过。打过官司的朋友都知道身在案件中，你所要面临和面对的忐忑、焦虑与煎熬是难以想象的。在公正结果出来之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如悬石，非常境可比拟。这一点呢，打过官司的人都懂，这是我们渴望司法公正的原因，也是我们无比需要司法公正的原因。不过呢，我也还是需要谨慎地提醒朋友们一点，就是如我之前所说我们需要舆论监督司法，但不需要舆论干预司法。监督和干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希望通过舆论让法院依法判案，还是希望通过舆论让法院不依法办案。目前呢，舆论对有关案件有关注，这是关心司法的体现，但关注的最终目的，我们必须得回归到希望法院公正处理上来。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底线这部剧描绘的只是一个理想法律世界的蓝图，法官该怎么做才是好法官，律师该怎么做才是好律师。但现实的法律世界不是这样的，正义的取得通常需要千辛万苦。如何正视这份千辛万苦，并将这份千辛万苦尽可能的减少和填平，是每个公检法律职业的人都应该思考的。电视剧之内是理想，电视剧之外是现实，
这次争议是法律理想与现实的一次碰撞。而为什么这次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出了一地破碎，我想对公检法律每一个职业也是一次思考。但愿这次思考能让我们离法治社会更进一步。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我们下期再见。